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整个这个景区里看到了卖了好多骷髅像。我就害怕，我害怕麦克，我服了你，我害怕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露米。我跟露露这次来到了墨西哥，我们这次计划历时3个星期，带大家深入探索墨西哥的9个城市，吃最地道的本地美食，寻找宝藏美景，体会风土人情。让我们一起出发吧！今天是我们来到这个墨西哥的第7天早上，我们在瓦拉多雷的这个小城。早上呢，我们等一会儿去吃点早点。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基本上是每一个来墨西哥旅游的人都会去的，也是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Chichén Itzá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去一个超美的天坑。虽然我们之前去的天坑也很漂亮，不过这个呢是被评为整个墨西哥最漂亮的一个。我们去赶紧看一下什么样的。哎呀，瓦拉多利这个小城真是怎么看怎么美呀！难道你不给大家说说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今天早上就是我在那个游泳池前面拍照，结果差点把我那个小背包给丢了，那里面还有我们的护照，哎，真是大意了，下次一定要注意。这个店家特别的热情，因为我跟迈克都不会西班牙语嘛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拿谷歌翻译说了句话，让他给我们推荐这家最受欢迎的2样早餐，然后他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这个，还有一个这个。这一家卖的呢，其实就是墨西哥式的这个汉堡。我和 Michael 来墨西哥这么久了，还没有尝过，所以我们这次一起探索一下。哎呦妈，哎呦，这简直是奢华版系列的早餐。Muchísimas gracias. Gracias. 你看这个这么有分量的这个早餐啊，我觉得可以坚持到下午了。包装一打开就特别的香，这个墨西哥人真的是在美食上面太有天赋了。给你们看看这里面，这牛油果、洋葱、番茄，还有各种肉。我先尝一口。太好吃了！它这个肉很有味道，都是腌过的，所以特别有各种各样的香料味。加上这个番茄、洋葱和牛油果，就不会那么油腻。而且它这个外面面包刚才也烤过，就脆脆的。现在我要拆开第2个，也是最隆重的这个包裹 ，Luxurious 奢侈版。看看这个镇店之宝。哇塞，里面这么厚！哎，我来尝一口这个啊。这2个大汉堡加在一起才5块钱加币。太爽了！关键是这个贼好吃，这个超好吃。这加蛋以后还加那个猪排，特别香。还有那个 Jalapeno 他们的辣椒也没有那么辣，就是特别清爽。就贼好吃啊！这家叫做 Las Tortolas 开在自己家院子里面的早餐店，老板特别热情，早餐非常好吃且超实惠，非常值得推荐。我觉得这顿吃完后，中午饭可以不用吃了，省了。2个狗带头早上还在散步呢。刚才呢还发生了个小事故，就是那个太好吃的那个汉堡包里面不是有很多肉油嘛，就滴到了我的裙子上。然后我又刚才回到了那个早餐店，跟那个老板说，我想借用一下你们家的那个水池洗一下。本地人真的超级热情，超级友善。然后那个老板因为他们家这个卖早餐的早餐店是没有公共卫生间的，就把我邀请进他们家自己的卫生间，给我肥皂让我洗。我发现这个瓦拉多利这边的居民家里真干净，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。那个他们家瓷砖地都擦得发亮。不过呢，因为是人家自己家，所以我也没有拍。但真的，就瓦拉多利这边的风土人情，让我更加喜欢这个地方。吃完早饭，我们就正式离开美丽的瓦拉多利了。从这边开出来大约半个小时，就到了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地 Chichén Itzá。
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Chichen Itza 玛雅遗址。对，玛雅遗址，这边有玛雅的金字塔。整个这个旅游区已经是停车场全都满了，我们把车停在了差不多旅游区外面1-2公里以外的地方，现在在往进走。这个票还要分开买，先买 Federal 的，就是国家收的，1人85，再买他们这个的门票是453，加起来是538。我跟露露终于进了，刚刚还有安检，然后呢不让带一堆东西，然后相机呢他让带，但是相机上面的麦克风不让带，真的是奇怪。这段视频可能会声音质量不太好。又花了100比索把东西给存了。这片呢，就是刚进来这片区域呢，有很多的这个小商贩在卖东西。我好像已经看到这个大金字塔了，再往前走一点，在树后面。在我身后呢，这个呢就是整个这个 Chichen Itza 这个遗址最中心的一个建筑，这个金字塔。不过呢，玛雅的金字塔和我们印象中埃及的金字塔不一样，埃及的金字塔它就是法老墓穴嘛，但是玛雅的金字塔它并不是墓穴，它就是一个庙宇。这个庙宇呢是当时这种玛雅人这种政治权力的象征。而且大家有没有听很多人在那拍手？因为拍手的时候，这个庙宇这个金字塔会发出一种嗡嗡响的一种回声，还是挺神奇的。在这个高大上的玛雅金字塔附近，还有很多当年古老的玛雅时期留下的其他遗迹，我们来转一转。在我身后的这个矗立着很多个柱子的这个建筑，也是一个神庙，它叫扎尔穆克神庙。大家看这些柱子，这些柱子呢是当时上面呢刻着浮雕，用于这个祭祀的这种象征的这种物件。在我看来啊，特别的浮夸，能展示出当时很高超的这个装饰技艺。然后这个神庙的上部分呢就是神殿，上面呢也有宝座，有祭祀的地方。在后面的这个神庙，它的这个墙壁上面刻的都是骷髅像，每一个骷髅代表着当时守护这个神庙的一个卫士，一个 warrior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整个这个景区里看到了卖了好多骷髅像哦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伊塔这个遗址的一个大球场，大家看的旁边上面两边的墙上面有2个圆圈圈，那个就是当时玛雅人玩这个臀部踢球进球的球门。哇，这个球场超大！我在想，当时的玛雅人难道个子都很高？球门这么高，这里多难才能踢进球啊！我们现在刚从这个叫做小商贩一条街这个礼品街转过来，买了满满的一些纪念品。基本上我们都是以1/3更低的价格买到的。对，现在我们已经慢慢摸清了墨西哥商贩的套路，基本上要价啊，大家不要管了。基本上最后的成交价就是要价的1/3到1/2这个区间。对，你像我们买了一个扎管吹的那么一个东西，有些起价就是500、400、300，最后呢有一个人呢只要200多块钱，我说这家商人比较实诚，最后呢我们以80块钱买到。醉了。我们这趟这个 Chichen Itza 之旅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逛了整个一大圈，玛雅遗址看得也毛不累。我们在 Chichen Itza 逛的是又热又渴，在出来的路上发现了一种我们从来没有喝过的饮料，它是 Coco 和 Cacao。刚才街边小摊贩买的这个是巧克力豆可可压出来的，是类似于像片豆浆一样的冰饮品。刚喝完这个饮料还觉得不过瘾，还想喝点解渴的东西。看到这个小哥在卖椰子，40比索一个，比我们之前买的都便宜。我们之前都是70、80。活过来了，还是在金字塔热死了。从 Chichen Itza 出来开车不远，
就到了这个网上被评为墨西哥最漂亮的 cenote 天坑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Cenote EQ， 它就在这个 Chichen Itza 这个遗址旁边。然后我已经买好票了，这个 cenote EQ 就是 EQ， 叫做 EQ 这个天坑。哎呦，票价还算是蛮实惠的吧，150块钱一个人。哦，这个天坑好大啊！我们现在到这个天坑的这个入口了。这个天坑虽然票价便宜，但是我到目前为止见到的最深的天坑。这个天坑最起码有10层楼这么高，最起码有30-40米深，而且很多人从这个天坑中间有一个平台跳下去，感觉特别酷炫，就跟蹦极一样，自杀式往下跳。你敢不敢跳？我肯定不敢啊，但我看看还挺美好的。哇！我们现在拿上救生衣了，然后呢，露露现在去换衣服，马上就要下去了。从上面看的话，这个 cenote 还是非常漂亮的，跟我想象的那种理想中的 cenote 其实是非常一样的。一个圆圆的一个洞子，上面全都有那种植物，还有鲜花，还有像小瀑布一样的垂落下去。然后下面一个深深的坑，里面是清水。怎么样？我们的装备已经搞定了。不错，走吧。怎么了，宝贝儿？这哪是温水啊？这明明是凉水。哎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就冲这一下下啊！不想冲了，感觉不怎么样了。我们现在就要下这个 cenote 天坑了，感觉非常激动啊！哎呀，今天是我第一次下天坑，嘿嘿，哎呀。小心啊，这个有点滑。哇，看看这个坑。哎呀！我害怕。害怕啥呢 I'm sorry。我不会游泳啊！慢点。我害怕，我不会游泳啊。他也不需要你会游泳。但是我就害怕，我害怕Michael，我扶着你，我害怕。你这不扶着我呢吗？睁一下照看看。眼睛睁不开了。为啥眼睛睁不开嘞？还有人让我带我到瀑布下面去。这瀑布下面不是很有意思吗？没有意思。这次我觉得来这个cenote这个票价值了。果然下水和没下水的感觉差别挺大的。这次下水感觉还挺好玩的。关键这个天坑也够圆哦，这是真正一个大圆坑。之前我们去的2个天坑，票价很贵，但是感觉都是个半圆，没有那么就是完整的一个圆。喜欢我们这期视频的朋友，请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订阅。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视频我们会先去 Izamal 小城，之后呢再去 Merida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1、2、3。感觉挺爽的，就是跟游泳馆的跳台跳水也差不多。我看着也感觉挺爽的。哎呀，这个水帘洞玩的毛不赖，这个150几所的天坑值了。
on, guys. Or whenever you guys are ready.